这只白猫突然对主人发起攻击，下一秒胳膊上就留下了一道抓痕。然而这已经是它今天第3次受伤了。主人怎么也没想到，就因为自己做错了一件事，却被自家的猫咪记恨了2年半。每次主人想要试图靠近猫咪时，小白就会摆出一副警惕的姿态，甚至还时不时发出低吼的叫声。可谁能想到这家伙居然有2副面孔呢？在父母面前，小白又恢复了温顺乖巧的一面。看到这一幕的主人怎么也想不通，明明这只猫是自己从小养大的，怎么现在却翻脸不认人了呢？原来小白曾经是一只流浪猫，几年前被热心的小哥带回家中收养。那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还非常好，因为自己要去外地工作，于是小白便被父母照顾了一段时间。可这次回来后，猫咪的态度却发生了360度的转变。看见一旁的母亲在惬意的撸猫，小哥也忍不住想要上前抚摸几下。猫咪回头一看，发现是小哥，马上就换了副面孔，似乎在威胁小哥离本喵远一点。主人对此表示很疑惑。小白对家里的人都表现出友好的态度，可唯独对自己像个仇人一样。每次看见父亲和小白亲密的样子，小哥都很羡慕，想当初这种待遇也只有自己才有啊，可现在却只能在一旁默默看着。为了缓和与小白之间的关系，小哥特意在手臂上涂满了他最喜欢的猫薄荷，希望这样能够让小白接受自己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小哥试探性的将手伸了过去，结果差点被他咬到。看来小白明显不吃这一套。接着小哥又端来一盘猫粮讨好他。本以为猫咪已经接受了小哥，可当他想要伸手抚摸时，小白还是明确了自己的态度。这家伙一边吃着小哥手里的猫粮，一边骂骂咧咧。面对小白这番六亲不认的态度，小哥的内心有种莫名的失落感。平时在家里，只要从猫咪的身旁经过，小白都会警惕地看着它。显然猫咪对曾经的主人已经失去了信任感。当他坐到父母身边时，小白马上径直地走了过来，然后对着小哥就是一顿疯狂输出。最后一家人无奈找来了兽医，兽医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，猫咪只针对原主人才有攻击的行为。他询问小哥是否有做过什么让他感到恐惧的事情。小哥回想之后，最终道出了他们感情破裂的原因。原来之前猫咪被小哥带去做了绝育，可等他从外地回来后，小白对他的态度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兽医表示，猫咪或许认为是原主人伤害了他，加上小哥长时间没回来过，因此他觉得自己被抛弃了，所以一直对小哥记恨在心。医生建议小哥换上父亲的衣服，这样可以通过气味降低他的警惕性。但如果想完全取得小白的谅解，或许还需要小哥在家里多待上一段时间。相信在小哥的不断努力下，他们友谊的小船会再次起航。据说如果猫咪知道是主人带它来绝育的，那么小猫就会在心里怨恨主人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早晨，小哥掀开被子，却意外发现被窝里藏了一只小水獭。小家伙打了声哈欠，然后嘤嘤地朝他爬了过来。原来这是小哥养了2年半的水獭。小水獭一边和小哥撒娇卖萌，一边还打着瞌睡，看样子是昨晚没睡好。别看这家伙长着一副呆萌的小表情，实际上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粘人精。平时动不动就化身成嘤嘤怪，目的就是求得主人的爱抚。由于小哥工作比较繁忙，于是便领养了一只橘猫来和他作伴。可没想到看见橘猫的水獭竟然一见倾心，每天抱着橘猫愣是不肯松开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小橘只好尴尬地躲开了。但这只水獭貌似传承了祖师爷的绝学，没过多久就对橘猫展开了强烈的攻势。很明显，小橘还没做好接受对方的准备。他警告水獭不要乱来，没看到面前还有个摄影师吗？但厚脸皮的水獭可不管这些，打算今天就要与小橘喜结良缘。好家伙，这不是纯纯的恋爱脑吗？幸好小哥及时出手，才让这家伙有所收敛。可他对橘猫的追求并未停止。自从橘猫来到家里后，小水獭就像狗皮膏药一样黏着对方，生怕小橘从自己手里飞走。面对水獭疯狂的挚爱，橘猫开始逐渐逃避，甚至经常找个地方躲起来。见不到心上人的小水獭急得团团转，在房间里四处寻找着橘猫的身影。客厅里找了一圈都没有，他又跑到楼上查看，找不到心上人的水獭开始四处抓狂。著名情感导师麦克阿瑟曾说过，当一个人能左右你情绪的时候，说明对方在你心里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。爱情使这只水獭变得如此卑微。然而面对小水獭种种疯狂的行为，橘猫只是在高处默默看着。虽然对方的行为令他产生了怜悯，但橘猫很清楚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爱情，并且水獭的爱让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。找寻几遍也无果后，悲痛欲绝的小水獭开始对着主人哭了起来。可就在抬头的刹那，他终于发现了高高在上的橘猫。见到心上人的水獭顿时激动起来，哭着喊着恳求橘猫回到自己身边。但小水獭的卑微并没有打动橘猫，见对方怎么都不肯下来，小水獭急得都快要疯了，嘴里一直发出嘤嘤嘤的叫声。他不停地在地上转圈圈，心想着为什么对方不肯接受自己呢？难道自己就要从此失去他们？最终他们能否有情人终成眷属呢？下期敬请期待。这只100岁的海龟被压在巨石下已经2个月了。当他顺利获救的那一刻，海龟眼含热泪，竟然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原来几天前2位小哥正在海边游玩，却没想到意外遇见了这只被困的海龟。由于附近没有任何救援的工具，他们只能用手不断挖掘地上的沙土，
想以此帮海龟掘出一条生命的通道。在将岩石外围的沙土清理干净后，小哥找来一根木棍，开始处理海龟身下的沙土。此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海龟的身体被牢牢卡在岩石下方，或许是知道小哥是来营救自己的，这只海龟没有丝毫的害怕，甚至还饱含热泪地望着小哥，仿佛是在对好心人士表达着由衷的感谢。挖了许久后，小哥试图用木棍将它解救出来，然而此时海龟的身体已经被牢牢固定在里面，难以想象在巨大的压力下它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。小哥猜测这只海龟是躲在岩石下生产或者冬眠的，但不断冲击的海浪带来了大量泥沙，然后将海龟困在了里面。如果没人发现，它很快就会被泥沙所淹没。随着小哥的不断挖掘，海龟身下也逐渐出现了一个深坑。看着饱受折磨的海龟，小哥不觉加快了救援的进度。就这样，他们从天亮一直挖到了天黑，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襟，可热心的小哥却一刻也没有停下。如果等到海水涨潮，那么之前的一切努力都会付之东流。相传百岁老龟有渡劫之说，但如今他却遇见了自己的贵人。在两位小哥不懈的努力下，海龟终于摆脱了岩石的束缚。可此时的他已经精疲力竭，迈出几步后便停了下来。见此情况的小哥继续为海龟开路。他知道，如果海龟继续留在这里，当海水涨潮时，他依然存在被困的可能。而此时海龟似乎也读懂了他们的好意，他缓慢挪动着自己的身体，一步步朝着大海的方向走去。小哥帮他拂去了身上的泥土，接着拍了拍海龟的背部，为他加油打气。可面对近在咫尺的大海，这只海龟的每一步爬行都是那么艰难。幸运的是，他终于可以再次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家园了。看见海龟很快就要体力不支，于是小哥决定帮他一把。他们轮流在后面助推海龟前行。在小哥的帮助下，海龟距离海洋也越来越近。对于我们看似简单的行为，在海龟的世界里却显得异常困难。随着夜幕的降临，海龟也终于爬行到了沙滩的边缘。此时它距离海洋只有一步之遥。当海水袭来时，这只海龟再次感受到了自由的气息，它的眼里燃起了重生的希望，身体也顿时充满了久违的力量。它奋力朝着大海的方向爬去，最后这只海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园。让我们为小哥的行为点赞，也祝愿每个善良的人都能好运连连，福气满满。相信狗能看到人类看不见的东西吗？这只柴犬跟随主人参加葬礼后，眼睛就一直盯着天花板看个不停，仿佛是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女主顺着狗狗的视线望去，可奇怪的是天花板上却什么也没有。女主说狗狗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天了，它不仅白天对着天花板犬吠，到了晚上更是叫个不停。刚开始女主并没有在意，以为阿柴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吸引自己的注意。她拿出狗粮试图安抚狗狗的情绪，可阿柴只是闻了闻，很快便又把目光投向了天花板，看他一副认真的模样，似乎这上面真的有什么东西。女主告诉我们，平时狗狗从不乱叫，性格也很温顺，可自从上周参加完爷爷的葬礼后，阿柴就出现了反常的行为。人们常说狗能看见人类看不到的事物，虽然自己并不相信这些，但狗狗的行为属实让人有些害怕。他猜想没准真是爷爷回来了，可仔细一算，这也没到头七啊。邻居大婶说撒上红豆可以辟邪，可阿柴还是对着天花板叫，看来这招似乎没起到作用。奶奶说遮上黑布能隔阴阳，于是小姐姐立马买了一块9毛9的大黑布，挂上黑布后，下一秒阿柴果然安静了下来。本以为这下可以睡个好觉了，可没想到几秒钟过后，狗狗又转身继续对着天花板犬吠。小姐姐决定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搞清楚天花板上究竟有什么。不久后，她买来了探测仪，可经过仔细勘探，依旧在天花板没有发现任何东西，这让女主变得更加疑惑，难道是楼上有什么声音吗？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，女主来到了物业进行咨询。工作人员经过查询后表示，楼上已经2年半没人居住了，这让小姐姐彻底慌了。她觉得阿柴肯定是看见了阿飘。回来后，狗狗依旧每天盯着天花板看，尤其到了深夜，阿柴的行为变得更加诡异，动不动就神色慌张地对着天花板犬吠。狗狗这种怪异的行为让一家人寝食难安，并且女主最近还经常梦到一些奇怪的事物。无奈之下，小姐姐只好找来当地最权威的驱魔大神老王。别看老王相貌平平，但他对宠物的研究却十分专业。进门后，老王先是和阿柴打了声招呼，接着开始观察狗子怪异的行为。这时老王告诉女主，还需要增加500大洋，安装一台分贝测试仪。担惊受怕的女主连忙表示没问题。安装完成后，老王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嘴里还念着听不懂的语言。此时的阿柴已经完全被老王所吸引，眼睛一直盯着对方看。在经过一番研究和操作后，专家老王最终给出了科学解释。一般来说，犬类的听觉非常灵敏，它能听到人类听不见的声音。由于女主不久前刚搬了新家，环境的变化让狗狗的听觉变得异常敏感，任何细小的噪音都会引起它的注意。而它之所以对着天花板犬吠，是因为声音的反射让狗狗误以为是楼上发出的声音，所以狗狗并不是看见了什么东西，而是对声音做出的正常反应。经过老王的解释后，女主终于松了一口气。随后老王将房间内的声音录制了下来，接着调至最大声音循环播放，同时让女主安抚狗狗的情绪，并且不断与它互动，转移注意力。在经过老王的一系列指导后，
当阿柴再次听到细微的声响时，他也只是看了一眼，随后便倒在地上睡了过去。看见狗狗终于恢复了往日的状态，女主也很高兴，她表示自己可以安心睡个好觉。对于狗狗迷惑的行为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